经常有网友问我啊，赵老师，你测了这么多的辅助驾驶，从你的角度看，到底哪家辅助驾驶最好用？那这个呢，一句两句说不清。今天啊，我们开个专题，我们不聊算力，不聊硬件，只看疗效。我们从安全、合规和防御性驾驶的角度，手把手教你如何挑选一款真正好用的辅助驾驶。第一步，建立正确的预期，它是助手，不是替身。记住，你选的辅助驾驶是 L2 级别的，它不是自动驾驶。有不少新手朋友跟我说呀，想选个辅助驾驶好用的车，以后呢，主要就交给车自己开。那么有这种想法的，最后啊，往往都是以事故收场。在可预见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，驾驶员依然是驾驶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啊！不要有任何买辆车代替自己的幻想。辅助驾驶离真正的无人驾驶、自动驾驶依然呢还比较遥远。第二点呢，我强烈的建议大家租辆车试2到3天。如果你去汽车厂家的门店去试驾啊，你会发现很多问题。第一个呢，试驾路线啊相对来说比较短，而且这些路线呢往往是厂家反复验证过的高光路线，消费者非常容易被1、2个惊艳的场景给唬住啊，特别是没有用过辅助驾驶的用户，第一次去用辅助驾驶的用户，很容易在销售的烘托下做出一些非理性的决策。相比于买错车再换车的巨大沉没成本，那么呢，租辆车显然成本要低很多。强烈建议啊，你把你的待选车型啊租过来，开个2天，把你日常通勤啊、周末出行的路况跑一遍。你不仅能够迅速的了解这套辅助驾驶的真实水平，还可以对它的空间、能耗、NVH、底盘质感有最直观的感受啊，让自己呢不会出错。那么第3关呢，我们真正要开始试辅助驾驶了啊！我们先试最基础的场景，就是高速路和城市的快速路。高速和快速路呢，是辅助驾驶使用频率最高，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好做的场景。能不能实现平稳的跟车、提前控速和稳定的车道保持，是合格与否的底线。你可以选一段流量比较大的高速或者快速路，重点测以下3点。第一个测它看得远不远，观察前方远处，当车流出现减速、拥堵或者停车的状况时，你看看系统啊能不能够提前平稳的降低车速。如果它经常的是冲到跟前才一脚急刹，那说明什么呢？说明系统看得近，决策晚啊，这个就不太好。哎呦，这怎么这么快啊？冲上去，我都感觉它要撞前面。哦呦，这好危险，这个地方。哦，好危险，好危险，好危险！我来刹吧。哇，这个好吓人！前面红成一片，一点都不刹，还在往上冲，好吓人，好吓人！这是追尾的前奏啊，太糟糕了，这个。里面前面有人刹车，刚才这个刹车控的挺早的，挺好的。就它的控速，高速上控速感觉是比较早的，我觉得挺好的啊。那么第2点，我们就来测呀系统的车距合不合法。那么按照道交法实施条例，高速车速在100公里每小时以上时，应该保持100米以上的车距。那么按照防御性驾驶的说法，就是4秒以上的车距啊。那我知道，社会上很多人啊，包括屏幕前的观众都不接受这一套车距啊，但是我必须要说啊，这才是安全的、合法的车距。那么某些厂商为了迎合一部分驾驶员紧跟前车的恶习，即使设置到最远跟车那一档，距离依然是近得吓人。那我觉得作为厂商啊，你哪怕你会迎合一部分用户啊，有近的这个档位，但是你也最起码要给用户保留一个安全合法的选项。那如果是那些不允许用户设置车距的厂商，那你更要把车距做到合法安全。那么如果你发现这个辅助驾驶系统长时间的是不安全、不合法的车距，那么这个系统显然也不太好，因为这会给你带来非常强的接管焦虑。哇，现在是连2秒都不到了。来150，一个苹果，2个屏，1秒多了，越跟越近，高速车距保持的不好。现在的速度实际上有90多，90多的速度保持了1秒多的车距，这属于危险驾驶了，等于是。我们看一下车距，这个时候比较准的车距了，1秒车距，2秒车距，3秒车距，4秒车距，好啊，非常好。那么第3步呢，我们测它出入匝道与预警。
那么，比如说你遇到高速出口的地方啊，你要观察系统能不能提前的规划，并且平稳的变道至最右侧车道，在这个匝道弧度很大的时候，它能不能够合理的控速？早点变道，不要到了跟前才变道。请注意，2公里后靠右行驶。哎呦，这个道变得真的是离谱啊！急刹变道，到了2公里急刹变，急刹。离谱啊！踩急刹变道。开得不错呀！你看这个出高速的变道变得多么的提前，多么好，跟我们很多测试的那个到了跟前才变道，连跨几根道完全不一样。同时要注意呢，当系统遇到了处理不了的工况时啊，例如施工路段，它能不能够提前干脆的提醒你接管，还是到了那个跟前啊，它去做危险变道啊，或者突然退出？好的辅助驾驶啊，不应该搞突然袭击，要有提前的预警。啊，不行，这个地方变道变得晚，处理的还是有点匆忙，这个施工区处理的不是太好。长实线，请提前走。好，前面车道右侧消失，我们看它什么时候开始变道，非常好。好，你看这种施工路段的表现，及早变道，尽早变道。那么我相信啊，屏幕前的观众，你真的认真的试到这个地方，你大概率会对 PPT 上秒天秒地的所谓的智驾彻底祛魅。如果一款辅助驾驶连高快都不能够做到省心的话，我的看法是呢，我后面给的这个测试呢就不用再做了啊，因为这根本就没法用。如果它高快路的测试通过了，那么下面呢，我们来进入进阶关，我们来测一测简单的城市道路。什么叫简单的城市道路呢？选一段宽阔、机非分流、交通信号灯与标志标线规范清晰的简单城市道路，测试一下系统的社会公德与规则意识。那么首先测读灯和选道，看系统啊能不能够根据信号灯的趋势提前调整车速，还是到了那个信号灯的路口频繁的急刹，甚至是抢黄灯、闯红灯。过不去啦，还在前方绿灯呢，急刹了。急刹。你看，就是没看远。急刹。哦，又闯红灯了。平稳停车。几乎每次都平稳停车。还要测呢，系统能不能提前基于天上的导向标志、地上的导向标线选道，而不是临近到了实线区域才去加塞插队。哦哟，这个变道太流氓了，还不变到右边去，还不变到右边去，这马上不好变了。你看看，搞到这个后面奔驰要顶上来就不好斗了啊！哎呀，算了，你瞎搞嘛！这是掉头加左转道，他要去直行。你看，都到这了，车都压线进来了才打灯，你这得多流氓才会这么开啊？那么第二个呢，我们可以测一测系统的路权与礼让啊，看它路口右转弯能不能够提前减速，礼让直行的车辆、行人、非机动车。过人行横道前，能不能够识别两侧动态的行人，提前做到停车让行？能不能够做到转弯让直行、右转让左转的基本的路权规则？
好了，领航已退出。这属于这违法了，出来了，我来准备。领航已退出。哎，这个不行， NGP 已退出。这个我介入了。转弯不让直行，蛮厉害的。哎，这不行，这不行，请接管。我接管了，这不接管撞上去了。哇，你看这个开的多好，停下来等，太棒了。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，这边有盲区，然后咱们掉头让直行，啊，这个做的很好的。左边来车了，哦，特别棒，他能看到左边这个车，这种其实挺危险的。对，危险。那么第三个呢，在城市里面要测的是柔性的控速。什么叫柔性的控速？有很多辅助驾驶啊，它的速度选择是一味的顶着限速跑，那在很多场景下这是不行的啊。要测它能不能够基于当时的路况去选择安全的车速。哦，厉害厉害厉害，胆子大的哦！这地方开这么快太危险了，这条路非常复杂。他怎么做到的？限速40，他给你干60了。要不就撞墙，这很吓人。平稳控速。那么最后呢，我们回归车的本质啊，那不出意外的话，你跑完上面的场景呢，你会对当前的辅助驾驶的现状有一个清醒、客观、理性的认知，你会重新的分配安全、预算、空间、机械素质、辅助驾驶等等因素在你选车过程中的考量比例。那么如果某款车呀能够通过上面所有的考核啊，那么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，它在当前的市面上已经是非常优秀的存在了。那如果你遇到这样的车呢，也欢迎在评论区安利给我啊，我来负责后续的进一步的更深入、更长期的测试。